在普通人看来，他的这场邮轮旅行其实已经因为一场意外而毁掉了，依然开开心心的回来，把该玩的该吃的全部都完成，一样没有落下。在我们急救学来讲，这个叫做快速的咨询。你可以呼救，你可以求救，但是不可以救人。是经历了这一场意外之后，他还做了一场耗时几个月的善后。以后谁买没保险，通通不准来我家。台湾的观众不停的在问EO，好像我找不到旅行保险，那种跨国的，然后你说的那一些，好多人不懂啊，我问都问不到就差一点，你认为都快赶不回船了吗？你不可能说全部人都跟着大姐走吧？我跟他争取的，他们不会英文怎么办？哦天哪！好，这等一下你要记得讲哈。我当时看到了这一场旅行经历，我突然之间有种冲动，我必须立即马上要跟 Renee 好好聊一聊，绝大部分的观众都会受益。EO 邮轮旅行活攻略真人采访哈，现在在线上的这一位呢是 EO 的非常忠实的观众，据说是每一集 EO 的直播都不会错过的嘛，对不对？加拿大居住的 Renee 跟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 Renee。好，那我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EO会跟 Renee 有今天这一场对话。这个源自于 Renee 完成了一次他的邮轮旅行哈，他不单单只是完成了邮轮旅行，他还做了一场耗时几个月的善后。对，没错。善后完了之后 Renee 跟我留言，跟我分享了他的旅行经历。我当时看到了这一场旅行经历，我突然之间有种冲动，我必须立即马上要跟 Renee 好好聊一聊，因为跟他聊天的内容可以给到我这个节目所有的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都会受益，因为在普通人看来，他的这场邮轮旅行其实已经因为一场意外而毁掉了，但是他依然开开心心的回来，把该玩的该吃的全部都完成，一样没有落下，对不对？听 Renee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一次的经历，一定能够让你从中学到很多很多。来，我今年在6月份的时候，我带我的2个姐姐还有侄女，我们4个人上了那个邮轮，然后去了阿拉斯加。我们是参加了那个 Celebrity 的那个 Solid， 这个邮轮不错的。Celebrity 的 Solstice， 对，从 Renee 的笑容中，我们再次能感受到，其实他这场旅行玩的还不错哈。但是不要忘记，他中间发生了一场意外。我们来听 Renee 讲一下那天发生了些什么。第5天呢，我们就是半天一定大家是看海上的浮冰嘛。那看完浮冰以后呢，大家就回房间，就是休息一下，下午准备下船嘛。因为我姐姐就在我的隔壁房间，就不到1分钟，我侄女赶快敲门说：“哎呀，糟糕了，我妈妈跌倒了。”就是我的大姐，她那个厕所，凭良心讲，她设计真的不好。因为呢，当她要上厕所要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竟然往外滑，因为她那个厕所有一个小小的坎，那你的脚没有办法直接就是滑下去地上嘛，那她就被带了，所以屁股朝外，两只脚在里面，就这么摔倒了。我们来还原一下哈，当时的场景应该是大姐要进洗手间的时候，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哪怕是豪华邮轮哈，都是设计了从我们的房间进入洗手间其实是有个门槛的，有些设计的高一点，有些设计的低一点。当时大姐应该是要进洗手间对吧，然后反手想要把门关上，对不对？是，她其实2只脚已经在厕所了，因为那个门它是开一半的状态下，所以他觉得很轻易就可以拉上，但是他没想到那个门把他人拽出去了，整个往外，那他就是来不及嘛。那你知道我的姐姐她已经77岁了所以她这个反应一定是没有办法。我相信任何人是忽然你被门拽出去的时候，就是直接往外倒。所以他的状态下就是说，他的头敲到门，脖子拧了一下，那个脚也因为这样子拉不出来，所以也有了轻微的扭伤。我一看他这个状态下，因为他说脖子也痛，脚也痛。第一个状态下呢，我们通常看到病人的时候，就说有人受伤了，你先检查他有没有扭伤，千万不要随便去搬动他。我看他还能讲话，那个状态还为那个脚一直说很痛。那所以我第一个情况下，我二话不说，我就去拿他们那种毛巾，我真的就是弄很湿很湿，就是都快要滴水的状态下，因为这样子才够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拿到冰块，
我把他的那个角落马上卷起来，然后下面不好意思怕弄湿人家的地毯嘛，我再把大毛巾把它垫在下面。在我们急救学来讲，这个叫做快速的止血，内止血，但是我们可以防止血管继续破裂。EO 呢，在一开始听 Renee 描述哈，跟我们在通过邮件描述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 Renee 是考了牌有急救经验的人，而且考了还不止一次牌，因为曾经他的工作的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就是急救的经验，去想办法去为自己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去减轻痛苦。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这是因为我本身我有拿的那个 Emergency Childcare First Aid 还有 CPR， 我是拿了这个执照，拿了6张。但在没有的状态下呢，我就是建议大家都不要动，直接去打电话，让邮轮公司处理，他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然后当然他也会马上派人过来。最好就是不要动它，因为有可能你撞了骨折、流血，后面插了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知道。在我们没有像 Renee 这样子的专业的急救经验的帮助下，最好的方法，拿起你房间的电话，直接打邮轮上的紧急电话，通常是911或者是999啊，不同的船是不同的，它一定是会到处写的到处就怕你找不到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把它脚包好以后呢，我二话不说我就去打电话，因为呢这个收拾房间的这个人非常的好，他给我们一张 name card， 我就直接打了那个号码，请他帮我通知所有部门该干嘛干嘛，你们就来，然后再来我需要一个轮椅，可以推到楼下的医疗中心。但是如果一般人呢，我建议什么都不要动。对，因为在这个我到了医疗中心的时候，他们也问我你为什么不马上，我说我如果没有做这个处理的话，他脚没办法处理，可能他这个要钱，可能他这个可能10天半个月的还痛还肿得很厉害。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像刚刚讲的，直接拨打你在你房间的那个电话，由他们来判断。通常人类你知道吗？我见过的在船上老人家摔倒的情况，2套工具都来的，轮椅归轮椅来，担架归担架来，他们现场判断到底是该坐轮椅也好，还是担架抬走也好，我们都不要去冒险，还是第一时间找邮轮公司来处理，这是最好的方法，24小时哦。顺便要补充一下，当我们一般人来讲呢，除非是像我是因为有执照我这样的状态下，我才可以施救。你知道，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样。在加拿大的话，如果你没有急救执照，你不可以救人，你知道吗？你可以呼救，你可以求救，但是不可以救人。不管他有昏倒没昏倒，他能说话，他要你帮忙，你都不能做，因为有可能这个受伤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可能他骨折了，他说没事，你拉我起来，那更严重吗？到时候对方是可以反告你的。太棒的信息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热心，反而是弄巧成拙，好心，对吧？做了坏事情。见证人非常的重要。就算是你的家人，可能你都有可能人家讹上你，你第一件事你就要在周边喊求救，叫个人，至少不要只是你一个人，一定要至少1个以上，然后不管他是谁，他可以当见证人，因为他至少他发现这件事情，他不是你推的，他跌倒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有执照那又怎么样？你也要问他我可不可以救你，他没回答，是这一点是可以当默认，当你有执照的时候。但是呢，他这清醒状态，他如果不同意，你也不可以救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见证人的话，他可能因为这个生病呢更严重或干嘛，你可能分分钟就要吃上官司了。意思就是说你哪怕有执照，你有这个救人的这个专业的水平在这边哈，专业的知识在这边，你也要问当事人本人，我能不能救你？必须有第3个人来证明他真的有讲，他允许你救他，你才可以救他，不然他可以分分钟反过来告你。没错，而且你见证人的资料留下来，以保万一。对，这个也很重要，证人的资料一定要找得回他哈，以防万一。就我们人心难测哈。Renee 是和整个家庭一起出去玩嘛，而且是从台湾大老远的飞过来搭邮轮。是我特意回台湾带他们过来，然后而且这个费用是我付的，我请他们，因为他是我的家人，我想到这把年纪能见有几次，我想让他们开心一点这样子，所以我才参加了这一次的游轮。
你的这个攻略第一套到最后一套我都读，我还不止读，我还发给他们，然后我还一直研究了很多，把所有功课真的做得很足，所以其实我压力也是很大。因为你如果乱了方寸，全部你带领的这些人全部会方寸大乱，因为他们都是跟着你，什么给了人类这么强大的底气？那就是保险，因为呢，旅行保险，这个历年来很多亲戚啊来来往往，他们都从来都不买保险，我在这里都是强迫帮他们买，但他们都翻个白眼就过去了。然后他们说：“你看，我就没事嘛，你这不是瞎浪费钱？”我说：“其实这个保险可大可小，是的，以后谁买没保险，通通不准来我家。”让他们在台湾要买旅行保险，并且你还是监督把关，到底是那些 policy 是不是适用于我们这一趟旅行，甚至人类有比较过这个保险是我在加拿大就帮你们买好呢，还是你们要在原据地买更好呢？你都有做足了功课嘛？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台湾的观众，他们一心想要走环球的旅行，哈，全世界哪里都想去。那真的有很多有的台湾的观众不停的在问台湾我好像我找不到旅行保险哦，那种跨国的，然后你说的那一些好多人不懂啊，我问都问不到哎。好，那 Rene 我就很希望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保险呢，我刚开始呢，本来想说先问了自己的，在加拿大，我说蛮不错了，而且是保1000万呢，1000万加币呢，哇，什么直升机都够了。他们呢在台湾呢，我其实问了这边当地的，我说那要不我买了吧？他说你千万别，同样的保险呢，我是本地，我可以拿到1000万，他们只可以拿到50万。因为他们不是本地的 resident。没错，没错，所以这是很大的。他说你所有的人呐，如果买保险，最好是在自己的国家买，它是最划算的。从你们家那一天出门开始，一直开始算，一直到你踏进家门都算。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大家去购买邮轮公司的保险。邮轮公司的保险是从他开船那一天算到你下船那一天，不是从你离开家门的那一天算起哦。所以这个是你看，人类做了功课了，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这个中间的这个利弊哈，就是好像差一点点，但其实距离很遥远。当我回到台湾去买保险的时候，我跟他讲说，那我们要买到，就是说从加拿大这一段还有邮轮这一段，这样加起来是多少钱？多少钱没关系哦。但是保额很重要哦。我说你的保额为什么那么少？你知道你这保额进我们的那个医院挂个号都不够钱，那我这还不如不保。然后我就把我的保险我秀给他看，我说我有什么什么，你至少也要有这些东西吧。那你那么少钱，你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当时那个保险的卖保险就马上帮我做 research，我们这个条件呢，就必须买一个叫做产险再加寿险。现在我们一般去外面旅游，他只卖你产险，没有卖你寿险，他两个加起来正好可以赔100%。哦，所以在台湾，你看它是会分得很清，产险，产就是财产的产嘛，对不对？对，寿险就是人寿的寿嘛。其实我要是出国旅行的保险，告诉他说我产险跟寿险都要，那对方就知道，就保险公司的顾问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对不对？不，你还要看它的内容，真的要看，重点是要看它多少钱，就赔偿的额度是多少？没错，没错。像我的大姐只能买到500万，她是属于70到80岁的人，不坐直升机是够了，不是那种重大事故呢，也够了。聊到现在，肯定很多很多的台湾的观众就要开始问一个问题了，我都能背得出来他们的问题，是哪家保险公司啊？那我们是跟国泰买的，但是呢，它其实台湾的卖保险其实没有几家，就那么几家。我们是可以去比较，你可以货比三家嘛，对不对？这家像刚刚讲国泰可以问一问嘛，然后比如说张三也可以问一问嘛，李四你也问一问嘛，对不对？好，那你可能哪一家的保险顾问更专业，他就抓住你的心了，抓住你这份订单了，对不对？购买的地点有哪些？我是把它列出来，就是说你可以到保险公司、旅行社、国际保险公司、机场。机场，没错，因为我的侄子曾经在那里买过，没有问题的。他不是我国泰只卖国泰，哪家卖他？不是的，
就跟旅行社一样，我哪家都卖的啊。那个就是我想知道的。对，在北美这边我们叫 Booker 嘛，对不对？它其实就是可以代理很多家不同的保险公司。好了，别的我们不说了，我们就推荐去机场吧，好不好？这个就我不给任何家做广告，但是大家知道说往哪边去就行，就是国际机场就你行了嘛，随便问国际。说我要买保险在哪里，就有人告诉你，服务都超好了。哎呀，太棒了！好，很多很多不同品牌的，哎，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像现在刚刚 Rene 有讲到的，好，包括也可以参考 EO 之前有做过好几个就是关于旅行保险的视频哈，那你就知道说，哦，我这一趟旅行我需要有哪些成分在里面。好，Rene 特别强调了保额，保额很重要，它包你这个，但它的数字未必到时候够赔哦，我们要看清楚那个数字。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每一个人的旅行经历都一定是遇到过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事情，把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去分享出来，别人不会去踩自己踩过的坑，就会越来越顺利嘛，开心的概率就越来越高嘛。非常非常的感激 Rene 哈，如果你是来 EO 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你的旅行经历，EO 就会把这一个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免费送给你，没有有效期，你爱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你哪怕就是觉得说跟又聊过之后我更安心下单也可以。我们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好，Rene，我很想知道就是邮轮公司已经介入，后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好的，到了楼下的医疗中心，嗯，然后至少有5、6个部门的人，乌泱泱的，真的一群哦，真的不盖你，就进来一个很狭小的房间，就是还是问你是怎么跌倒，而且他想尽办法挖坑，他要问你除了这个答案以外，有没有别的答案？他问了一些什么？你觉得是挖坑的问题呢？你觉得他跌倒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你一不小心说了精神不好，或是干嘛，那你这笔钱就是要付。由于是船公司的过错，我们是不必付费的。没错，他们在想尽办法从你这边得到一些答案，是可以让他们免责的。因为我大姐受伤嘛，她也不会英文，所以一定不问她了，那就问我侄女啦。那我侄女是因为跟我的大姐同个房间，所以他们甚至找一个中文翻译，千万不要说，他听不懂国语，你随便讲。在医疗室讲话的那一间是有 recorder， medical center 里面其实它是有录音录像的功能，然后来 monitor 你们整个会面聊这个伤势的这个过程是被录下来的。其实，对，因为这个大家都不想将来打官司干嘛有争议点。没错，他说我把我姐姐的这个跌倒的过程写，我不写，因为一个字差10万8千里。对对对，而且不是我们的母语嘛。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中文，问了我的侄女。翻译员呢，他是用他的手机记录的，记录完了以后，他转头就向他后面有一个男的回报，全部再翻译给这个人听。幸好我虽然写不行，听力还马马虎虎啦。然后当他对他做翻译的时候，我说excuse me， 你漏翻译了一句，你这样子讲，你漏翻这句就是55了嘞，一人一半了，这是你们的关系，你少讲这句话，我们得负一半的责任，这是不对的。他刚有讲这句话对吗？我就这么问那个女的，因为讲我比较行嘛。那女的说对对对，他刚有讲这一句，所以因此我们免了这一笔钱。所谓的免的这一笔钱，说的是本身我们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哈，或者是自己一半的责任在房间受伤了，那我们在 medical center 就医或者检查的费用。没错没错，他先问完才做医治的，不是先医治才我们讲完以后，他马上就帮我的大姐先打了一个止痛针，左脚做了一个 X-ray， 他的那个脖子跟头呢做了一个 CT scan， 然后呢再帮他脖子放一个那个 holder， 所以他说
这个呢，我决定把你们送到那个岸上医院呢，更详细的检查。嗯所以呢，他给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吃饭跟收拾。本来是叫我们自己去医院，万一我们丢了或是干嘛的难处。对，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其中有个男的说：“哦，那是你的 business， 就说你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就自己叫计程车嘛。那不行，用翻译机嘛，什么你要自己想办法。”我说：“顺便呢，我们这个本来还有岸上游呢，那我们就玩不到，可不可以退费？”那之前那男的就说：“只能我大姐退费。”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不去是没有问题啦。另外那2个呢，不过因为你走丢了，我觉得你应该对我负这个责任，因为你把我调走了。”对不对？要不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们全程要跟啊。他在你们邮轮受伤，不是我造成他受伤，是你们邮轮啊。一个女的，应该是他们里面的最大的吧？我看她那个肩膀是3条杠的。然后这个女的就很好，她就过来，她就让我们4个人都退费了，在柜台办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会带着我的姐姐一起到医院，然后而且连上岸的车子都是她报价，免费来回。等于是说，你们所有这一趟旅行的人，大家一起去上岸的那个医院，他们指定的医院，但是同时他们也答应了要派车送你们去。我有一个小细节，我问一下哈，他们给了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去收拾，他们有要求你收拾行李吗？没有，他不管你，他是说给你1小时吃饭，但是我二话不说，先回房间，把所有东西先打包。我姐说不是去一下就回来吗？我说一下呢，我哪知道他要几下？我正好那个之前我有读过那种去游了好几个国家。是的，人类为你鼓掌，为你鼓掌，真的为你鼓掌！大家真的是好好的要跟人类学习一下，因为不知道姐姐送到医院结果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同时在当场决定，并且得到邮轮公司的 approve 了，他们同意了，大家一起行动，也把那一天本身已经购买的岸上团已经退费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我们送去医院的这个病人，在得到医院的进一步的检查之后，发现当天没有办法回到船上的情况下，怎么来安置后面的内容？Renee，你太棒了。所以呢，我当时呢，顺便得寸进尺再问了一句，我说：“万一我们明天不回来，我明天还有个岸上游呢，那退不退？”他说：“如果你这是特殊状况，他还是再回来去找他，他是可以退给我们的。大家赶快把行李全部都包好来，下船呢，吃东西前把你的护照带上，把你的所有的药物带上，还有你的什么医生处方签啊，什么那些东西都带上。”他们都把那种所有的药都装在一个漂亮又简便的盒子里，所以其实这造成看医生其实有个缺点。所以这我们以后呢，就是说如果坐邮轮，一定要把你用的药呢，药罐子也好，药单子也好，拍照。你没有带的状态下，你一定要拍照，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当你受伤你正在服用什么药物。而在紧急的处理的情况下，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专业的医生是希望你马上立即拿出你正在吃的药，他还同时可以判断你的身体状况。你一定要医生纸，要不然就药瓶子，不然他们不承认的。你有可能记录错误，2写成3，3写成4呢。对着药瓶子拍照，要么就叫医生开一个你都在吃什么药的那个单子也行。那我们出发前又多了一件事情要做，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哦，行李留在房间了，对吗？没错没错，因为你不一定要走啊，但是好过人家帮你打包嘛，漏了这你心爱的什么，你不是又心痛一会儿。包好的行李还上了锁的，留在了邮轮的房间，带上了随身的贵重物品啊，护照啊，重要的证件啊，上岸了。没错，去医院了。其实在我们离开从这个医疗中心到房间打包的这中间呢，我们是有让这个邮轮公司帮我们写了一些单子的，就是说他帮我们做些什么检验啊，要不要钱啊，白纸黑字，全世界一定要记住白纸黑字。好，是他主动给的你，还是你要求了之后他才给的你？我要求啊，你不可以事后啊，谁知道你回不回来？二话不说，该拿的全部给我 ，OK？ 我今天做了些什么要不要钱啊？什么，请你写一份详细的给我 ，OK？还有我到医院去啊，我要干嘛？我英文不好，你把我该准备该干嘛的都给我准备好。
厉害。要出去嘛，出去一下 deck 就有人指挥，那个下地方就有人接驳。邮轮公司本来就在岸上安排好的那一些专属于这家邮轮停靠之后的 local agent 来帮他们善后岸上的那个部分。对，然后我们就到了医院。那这家医院他说我们不会为任何的邮轮公司呢签不是属于我们医院的 form， 是邮轮上给了你的单子。没错，他就给了我那3张，就是在邮轮上已经做过的检查和他们的就等于是诊断书，有点像这个意思。对对对对，然后他还有就是说要医院对这些签字，那个医院是不签字的。他说邮轮要求你去让医院对着他开的单，邮轮开的单据去签字。签字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承认邮轮上这些都是这些东西这样子。哦，那医院不会，他说我被医院拒绝了。对，他说我不会为任何邮轮公司签任何不属于我们医院的 form， 但是我等一下帮你做的所有的检查，我都会给你出单子，就是脚的那部分做 X 光，还有那个脖子到头那个部分，他做的 CT scan， 就做这里一样，超级超级贵的。光是脚的这个 X 光是336美金。OK， 还给我打45%，我第一次知道医院可以打折了呢，我都没有。他打折的原因是什么？马上付完，全额付完，你没钱可以分期付款，原来是这样。好的，贵的那个项呢 ？CT 那个应该很贵吧？头那个哇，真的很贵，6036.5，然后他只给我打15%，我说你那个都45%，为什么不给我打多一点？这实在太贵了。他说因为那个太精密，牵涉到血管啊、神经啊，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填，付了5131.03。手机不是有 Google 翻译吗？这可以使用了，吃东西那个都超好用，但是下船就没有啦。医院他提供我免费 WiFi， 因为签字嘛，签字是很重要。我跟他讲我没看清楚，你就不要叫我签字，我最多没错没错，不要在我们慌忙的过程当中，明明没有看懂，去把这个不知道什么 form 去签了字，你认同了，好，其实可能是给你后面的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那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冷静下来，对吧？我们手机上无数可以翻译的 APP， 去把它翻译成看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再决定自己要不要签。医生本身应该非常清楚你们是邮轮上下来的乘客吧？你只是利用了靠岸的这一天的时间去看医生，船是会几点钟开船，他有知道吗？这点我问过了，他说他不管你几点，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啊。你自己该干嘛，你自己心里要有底。我一去我就二话不说跟他讲，我是这船公司，我们今天8点半开船了，我希望你 do me favor， 就是说能够帮我的忙呢，让我快一点。要不然呢，我还得坐飞机去赶下一站呢。没错，这后面就牵涉很广很广的问题。没错，就很多的麻烦在后面。但是至少说，人类第一时间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了。8点半是开走，对，你知道吗？8点是收完楼梯 ，OK？ 8点收楼梯，对。如果你是很准时，8点半到码头，看着他开走。没错，所以我特别特别紧张。就是说车子真正来说，那个保安啊，真的好好啊，出来还帮忙推我大姐的那个轮椅哦，还帮她扛上车子，真的特别特别感激，你知道吗？我们上船7点25分，哇，那个心脏蹦蹦跳，差点就上不了船。我一直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说邮轮上其实是公布 local agent 的 emergency contact phone number。那我觉得保安帮你打的电话也应该是打的类似这样的电话，在帮你去催他们赶快来。但是你看啊，所有的我们每一个环节要像人类这个样子，就是自己这根筋啊要吊得紧一点。哈，有时候求人不如求己，就是自己要知道去催。自己要去知道说我应该要把握好这个时间。是我的话，我都要做好差不多100%的准备，今天是回不了邮轮了。但其实很多人上岸去办一些特殊的事情，最后其实是可以回邮轮的，但他错过了那个可以回去的机会，最后把事情搞得越来越麻烦。那 Renee 来了，我们回到邮轮之后，当然你就开始就是心也定了啊，因为检查结果没有说大的
重大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跟钱有关了，这次在那个当地医院没有少花费哦，这些钱怎么拿回来的？到我们一下船的时候，有网络吗？我就马上通知那个保险公司，就是我只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拿给他，那个医院他会给我们所有的资料嘛。船上呢也是一样，他说第一件事情拿了别吃饭，先去医疗中心嘛。他把我的资料 copy 了一遍，我跟他讲说我那被收走了，可是你这资料我没有，所以他又补发了一份给我。我就这样子才会有前有后嘛。保险公司是有 emergency 的那个 claim 的，专门负责 claim 的电话哦。那至少我们北美买保险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它会有一个 emergency contact 的 information， 就是在你发生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络保险公司，应该直接打他那个24小时服务的。您是联络了帮你买保险的经纪。是的，我觉得在当地，第一个你电话没有电话的状态下，而且呢，其实我在这个船上的这医疗中心也好，医院也好，我都问过他们，我这有那个台湾这保险的号码给你，他说不用，你不用给我，他根本就不理你，他说你自己回去 claim 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你是可以要求他帮你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有可能是因为他一看，或者是他知道你这个保险是台湾买的，他会知道说他语言不通，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遇到过很多的情况是要求邮轮公司去帮这个乘客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衔接后面所有的医院啊什么的，那应该语言通畅的情况下，他们就愿意去受理。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就看看是不是能推就推吧，我也帮你搞不定啊，怕。通知了这个保险公司，然后把所有资料都帮自己拷贝了一份，然后给我姐姐带回去，叫她到台湾自己再拷贝一份留底，因为你正本要交给保险公司嘛。然后原来我们这个卖保险的这一个呢，可能也是新手上路，没有接触过这种国外的，所以呢他就拖了一点点时间。原来呢在台湾呢，你要申请这些钱呢，必须先到健保局，你知道他们全民保险那种健保政府的健保局先申请，然后呢他会赔你很少很少的钱，剩下来的才是保险公司付你的钱。健保局把健保局该赔的部分赔掉之后，剩下的损失才归保险公司管。对，所以这是有个步骤在里面，对吧？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可能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你购买的保险，旅行保险，它 claim 的方式、程序都是有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的是那个结果，对不对？最后来让人类自己讲，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保险还不错，很快哦，健保局申请了以后，隔大概有半个月吧，查出，重点是要查出它的金额，你大概要补我多少钱？原来健保局只有46块，46.21，他只负责赔46块美金，没错，剩下都是保险公司要赔的。哇，幸好保险公司很快在2个星期内5316.83收到。耶，等于是说100%赔到了。我们这次没有，除了人受惊吓哈，大姐有受伤，然后还需要 recover 一段时间之外，在金钱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损失。那我觉得人类在中间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虽然我不能说这一定是我们整个流程不一定100%做到都用了最捷径的方式方法来达成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但是我们用了，就是人类作为一个就是兼职领队啊，这个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让我所有的观众都知道说，一直看EO邮轮旅行活攻略的我的这么棒的一个观众哈，然后他可以第一次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就能处理得这么好，我觉得太值得。感谢人类分享了他在这一次邮轮旅行中面对意外的经历，他用从容、坚韧和智慧去应对每一个难关，保障了全家旅行的顺利，还避免了巨额的金钱损失。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激励更多人，无论遇到怎样的突发状况，都能带着理性和乐观去处理。再次感谢他的现身说法，也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分享彼此旅行的故事，共同成长，少走弯路。有邮轮旅行活攻略，旅行路上不迷路。我们下一期再见。